如果有人问我21世纪最伟大的总统是谁，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泽连斯基。不是因为他有多完美，而是因为命运对他下手太狠。一个在电视剧里扮演总统的喜剧演员，突然被扔进一场真实的战争，演对手戏的不再是编剧，而是坦克和导弹。所有人都等着看他逃跑的头条，他却对着全世界说：“我需要的是弹药，不是顺风车。”你看，历史有时就是这么讽刺。一个最不像总统的人，偏偏在总统这个位置上被逼成了硬汉。战火燃起的第一天，无数双眼睛盯着他，等着他像传统政客那样权衡利弊，流亡海外。连最有权势的盟友都劝他走，可泽连斯基选择了留下。这不是什么英雄主义的剧本，这是被炮火逼到墙角后唯一能做的选择。站着，他本可以继续做他的喜剧明星，在掌声和笑声中度过一生。可战争炸碎了他的生活，也炸掉了所有天真的幻想。过去的1358天里，他失去了家园，失去了朋友，甚至失去了至亲。每天在空袭警报中入睡，在废墟和镜头前醒来。有人说他贪恋权力，说他不肯低头。可一个每天听着炸弹声入睡的人，还会惦记那个烫手的宝座吗？他不是不怕死，他只是更怕一件事，怕乌克兰这个国家，怕那盏文明的灯火，一旦熄灭，就再也点不亮了。所以他留了下来，不是以伟人的姿态，而是以一个普通人的倔强。镜头前的他，眼角的皱纹里是彻夜未眠的疲惫，沙哑的嗓音里是全民族的焦虑。有人说他是在演戏，没错，他确实在演一个国家的尊严，演一个民族的求生欲，演到连命运都不得不为之动容。只是这场戏没有 NG， 每一秒都是直播，代价是血与命。很多人嘲笑他理想主义，说他执迷不悟，但或许不是他太理想，而是我们太现实。我们早已习惯了跪着生存的逻辑，于是理直气壮地去嘲笑那个选择站着抵抗的人。我们急着在他身上找问题，被利用、顽固、练权。可他的问题恰恰是这个时代最稀缺的答案。当灾难来临，你是选择计算得失，还是选择停止脊梁？他深知乌克兰一旦放弃抵抗，未来的几代人连尊严这个词恐怕都要用俄语来翻译。他也许赢不了这场战争，但他不能输掉人性，不能输掉一个民族站着的权利。他的强硬不是来自自信，而是来自绝望。明知道渺小，依然选择对抗宿命，这不是勇敢，这是别无选择。如今战争还在继续，泽连斯基让世界看到的不是一个领袖的神话，而是一个普通人在绝境中能爆发出多强的生命力。他没有拯救世界，他甚至可能拯救不了自己的国家，但他用一场近乎悲剧的坚守，提醒了所有人，文明的灯火从来不是靠炮火点燃的，而是靠那些在黑暗中宁愿点燃自己也不让星火熄灭的人。历史会怎么记住他？或许不是因为他赢了，而是因为他用最朴素的方式诠释了什么叫体面的输，什么叫有尊严的活。一个喜剧演员最终在战争的废墟上完成了他人生中最硬核的一场演出，没有剧本，没有退路，只有一份铁骨铮铮的遗愿。战争结束的那天，就是我卸任的那天。说到底，泽连斯基的伟大根本不在于他有多强硬，而在于当全世界的算计和沉默如山压来，这个被战火逼出来的硬汉选择了用肉身为整个民族扛住那最后一寸天空。